朋友们好，我是清河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东兴市了，在这边休息了一晚上。今天的话，打算去跑一跑延边公路。我在那边找到了一个山塘，准备去探索一下。现在是早上的11点钟了，出发的有点晚，不过这一次的距离不算太远，60多公里吧。那边就是东兴市的市区了。昨天去边境那边转了一圈，感觉也没什么好看的吧，也就那样，啥都看不到。延边公路也就是219国道，这下面有一条北仑河，对面就是越南了。开始进入山区了，哇，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。好像到了。这个路不知道摩托车能不能上得去。老乡这边都停在下面，感觉能走一点，不能走多了，试一下吧。这个车就放国道边的话不安全，车上东西太多了。嘿，不对，不对劲。这么大个裂啊！这里塌了，过不去了。掉个头，现在把车停在这下面吧，人走上去。这次还多带了一个腰包，不然的话没办法装得下这么多东西。哎，不对，有点影响这个背包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把这个腰包的东西又勉强塞到了这个大包里面。这个腰包带着不舒服。现在已经2点40了，赶快出发吧。从这个位置到标点的话，大概2公里多一点，但是全都是上山的路，估计不怎么好走。但是时间也差不多吧。这边有一条分岔路。主路线应该是从这边这样绕过去，然后这条近道的话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啊，走走看吧。抄这种近道的话，就是难走了一点，感觉得砍一根登山杖带着。可惜没有遇到这边的老乡，问一下他上面那个塘能不能钓，有没有水，有没有人养鱼之类的。抄小路成功。现在回到了
大路上面来。哎，终于看到了一根漂亮的棍子。这个登山杖不能太粗，也不能太软，像这种刚刚好。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一根不错的登山杖，这走起来就稳当多了。走了20多分钟吧，也没走多远呢。这边都还能看到下面的公路，大概走了1/4的路程吧。这一段路的内侧有这个水泥做的水渠，这么看来的话，我们要去的那个标点，以前大概率是水库，只是现在没什么水了，变成山塘了。这边有栅栏，估计山上有养殖什么牛或者是羊之类的。休息一下。这个山腰上面有一片松树林，可惜菌子的季节好像已经过去了，不然可以找点菌子来吃。阿周，前面是不是有一个水库啊？水库啊，还有水吗？有啊。那边的干了，这边的嘛，可以钓鱼吗？可以啊。在这里测量什么？看视频。拍视频呢？还有鱼吗？不知道。那里很深很深啊。那今晚在哪里呀？那你现在准备哪呢？啊？搭个帐篷。谁去住啊？那么冻，都不怕冻死。有对待。OK， 朋友们，我们拿到了老乡的一手消息，那个塘是可以钓的，而且水很深。现在就看有没有鱼了。感觉这个路程不止2公里啊，我这都走了1个多小时了，还有个1/3的路程。还好后面这一段路比较平整。应该快到了吧？看样子就在这下面了。我听到水声了。吃点小零食补充一下能量先。现在4点半吧，这走下去10多分钟就到了，没问题。时间还是很充裕的。哇哦，哇，这个位置还挺大的。哇塞，很漂亮哟！看看这岸边的水草，绝对是鲫鱼的良好藏身处啊！看看这边还有很多的空地可以搭帐篷。哇塞，完美完美！
先把背包卸下来。这个包刚开始的时候感觉还好，然后走了一段之后，感觉这个腰封锁不住我的腰。哎呀，可能是我太瘦了。这边就是水源了，再往里面走的话，还有一个塘，但是已经干掉了。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，然后看看这个塘里面好像水草过于多了啊，这样的话会不会有鱼啊？哇，这里面蝌蚪倒是挺多的，这水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啊。我们现在到水库的对岸来看一下吧。浅的地方估计不好钓，全都是水草。现在水面全都是反光啊，有点看不清。看这个情况，岸边基本上都长满了水草，看来短竿是钓不了了。看的再多也不如直接下竿试一试来得更快。就这个位置吧，直接打抛竿，打钓远钓深。看来这个位置以前是有人钓的，有一个支架。然后刚刚在水面上还看到了那个小鱼，很小很小的那个小鱼仔。有水就有鱼，开干。先来找找位置，看一下哪边水深一点，哪里没有水草。现在定的应该是4米的水深。不对劲啊！这边试了一圈，最深的也就1.5米左右吧。我去，这也太浅了。算了，1.5米就1.5米吧。先挂2个蚯蚓打下去，然后把饵料开好，我们就要去把帐篷搭起来了。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，明显感觉到气温变冷了。饵料的话就简单开一点蓝记，加2号。帐篷我们放到这里面吧，外面能够听到水声，有点吵，而且那里是风口，晚上的话会有点冷的。就这个位置啊，那里还有一条下去的路，取水也比较方便。这个位置挺平整的，可以。来吧，夜光漂已经开起来了。现在一钩挂蚯蚓，一钩挂饵料，开始夜钓模式。好，刚刚好像点了一下。哇，来了！呀，鲶鱼！怎么说？至少这也是一条正经鱼吧？这还是鲶鱼崽子，有小的肯定有大的。来吧，继续，只要有鱼，一切都好说。哇，又来！
不大不大。哎呀，还是这个胡子鲶，啊不对，是土鲶鱼。看看，这可是极品呐！哇，漂亮漂亮！我操，一个大黑漂，没打到啊，小鱼吗？第二口这样子了，现在把蚯蚓换小一点，把钩尖全部露出来，试一下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一口，嘿嘿，来了，这一次真的来了。还是小鲶鱼，哈哈，又来！又一个，哎，这个有点不一样哦。哎，这一条身上斑斑点点的，还会叫。来！哈哈哈哈哈！可以可以啊！哇，这一条大一点。这玩意儿也不像黄辣丁啊，你看，它上面没有那根刺。9点半了，再钓这最后一竿就准备收了。来了来了，收竿鱼。好，这一条正宗的土鲶。不太对劲啊，朋友们！刚刚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水边，在水草上面看到了好几条这个小鲶鱼，那这就有一条。感觉我们也不应该钓底的，钓浮更好一点啊。这些小鲶鱼都浮在这个水草上面，而且岸边还挺多的，也许钓手竿也不错啊。然后刚刚好捡了2个瓶子，没有带鱼护，拿一个来装这个咱们钓的鱼，还有这一个的话，有盖子，应该也是用来捕鱼的。我们也试一下吧，就塞一点饵料进去，看看明天能不能有所收获。放饵料吧，给它塞一小坨进去。本来以为是上来钓鲫鱼的，带了这个9米的窝料，给它倒一点进去。没想到这上面全都是鲶鱼类的。就放这里吧，刚刚在这边看到了好几条。OK， 好，看看明天有没有收获吧。
朋友们早啊！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了。昨天晚上睡得特别舒服啊，不冷又不热，还特别的安静。现在先去把那个捕鱼瓶给收了，看看有没有收获。干干净净，啥都没有。先来吃点早餐吧。白天鲶鱼估计不怎么好钓啊。早上的话就吃一个燕麦，然后这边还有个苹果。准备开竿了，还是老样子，一钩挂蚯蚓，一钩挂饵料。白天的话还是先钓底，晚上鱼会浮到水草上面来，但是白天应该会躲在底下的。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早上是一口都没有啊。现在到对岸这边来试一下，看看水会不会更深一点。水深也差不多2米左右，1米7、8的样子。看来这个水底是平的了，没有太深的地方。1点钟了，一口都没有。唉，看来只能等晚上了。现在到林子里面挖一点野姜。昨天晚上钓的那几条鲶鱼的话，就用来煲粥吧。这片林子里面野姜还是挺多的，但是我不确定这是哪一种野姜，可能是洋河姜，也可能是野山姜，不过都可以作为调料来使用。这边还发现了一株兰花吗？长在石头上面的，这个形态是蛮漂亮的。这个是不是老前辈呀？野姜的根系并不深，就这么多吧，挑挑拣拣应该也够用了。昨天晚上我们钓了6条鱼，死了2条，现在就只剩下2条鲶鱼、2条糖脚鱼了。这个野姜剪成一段一段的，给它放进去，来点盐，还有这个蘸料，这里面什么都有。来点油，
OK，腌制个10来分钟。这个粥应该熬的差不多了。米已经熟了，可以把鱼放下去了。OK， 再煮个8分钟、10分钟，应该就熟了。这个姜片太多了，挑出去一点。OK， 鱼肉已经烂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再来一点榨菜。看看这个鱼肉，哇，亮哦！这个野姜的味道有点过于霸道了。还是能够尝出有一股鱼的鲜味。尝尝这个鱼吧。鲜，还有一点点甜。吃饱了，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，先躺半个小时消食，然后3点多我们进去探索一下，里面还有一个已经干了的塘。哎呀，啊，现在这个天气太舒服了。有点睡过头了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钟了，赶快开始探索支线。感觉这里面的塘还没有干彻底呀，看看这边还挺多水的。这个塘以前应该就是水库了。这个水也不是很深，大概20-30公分吧，估计也有一些小鲶鱼吧。走吧，回去了。可惜这边没有水啊，不然的话，像这种小水库也是我最喜欢的垂钓环境之一了。OK， 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开竿吧。先吊着，天黑了就有鱼，天黑就有鱼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应该快来口了。哈哈，来了来了！手竿上鱼了。哦呦，看一下几点钟？6点半，跟昨天上鱼的时间点差不多。哎！我操，又来了！我还在修剪铅皮。手竿钓浮效率就是高啊！我靠，又来！我靠，下去就给口啊！啊？哪里去了？哦，看，又是小鲶鱼。啊，保护的节奏，保护的节奏。来了，又一条，哈哈哈！今天晚上果然要暴富啊！漂亮，又来了。哇！
这么快，看来鱼真的都在近岸的地方。哇，手竿这么快！哇，大的，大的，嘿嘿。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条了。今天晚上上的全都是这个土鲶，长脚鱼还没见到。我去！下鱼就来呀！看来一个地方的这个小鲶鱼也是有限的，越钓越小了。来尝试一下这一竿要多久上鱼？走你！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就是速度。这一条还可以啊。这个个体在这个塘里面已经算是中等了，中等偏上。现在我们前面这一片估计已经钓得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口了。换一个方向，换个方向试一下。哎呀，终于又来了一条！我还以为这一圈的鱼都给我钓完了呢。来了就好啊，不然的话得换位置了。马上就10点钟了，我们再守一条收竿鱼吧。这一片的鱼现在已经钓得差不多了，现在10来分钟才会来一条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！这一条20分钟，收竿收竿。如果现在我们换到对面去的话，大概率还能狂拉，但是没有必要。现在我们钓的都已经够吃了。哇塞！看看吧，这不得10几条啊，全是这种靓货。挑一些小的，像这种小的家伙给它放回去。完全够吃了，没必要再钓。走，走，剩下的都差不多，可以留着。走走走，回去弄晚饭了。中午吃的那一点粥的话，还是不怎么顶饿。回到营地，准备起锅烧油吧。这个鱼已经腌制上了，放了一点盐，还有这个野姜。今晚这个鱼就油炸吧。做汤的话没调料啊，连个葱都没有。这个汽油炉每次都要预热一下，我懒得带酒精，就直接用里面的汽油预热了，所以这个炉子黑黑的。
老样子，来点盐垫底。OK， 下鲈鱼。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这个鲶鱼的肉太嫩了，稍微一动破皮了之后就容易粘锅。这让我想起了那一条翘嘴的故事，感觉也还行吧，没那么差。最后撒一点调料。把粥也热了一下，中午剩的这一碗。OK， 开饭，开饭。煮汤虽然好喝，但是我还是喜欢这种脆脆的。油炸的感觉更实在一点。OK， 朋友们，这边收拾好了，准备撤离。现在天空中飘了一点毛毛细雨，得赶快下山了。现在正好是中午的12点钟，看看我们多久能够回到起点。2公里多一点的路程，一大半都是下坡，应该要不了多久，大概1个小时应该差不多了。看看，这好像是3碾子吧？这还有。第一次遇到这个3碾子，尝一下。有股奇怪的味道，还有一点桃子的味道。这里看到了一棵超级像柿子的树，但是它的果子特别的小。看里面的肉，还有果核，都是跟柿子差不多的，就是柿子的味道。再次浅尝一下。应该还没熟，涩涩的，这个味道跟柿子基本上一模一样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柿子，超级迷你的。看来这个季节山上面还是有一些野果的，只是前面精力都花在了爬山上面，没有发现。现在马上就1点半了，我们也快回到出发的位置了，中间休息了20分钟。也差不多吧，1个多小时。看看，我们的车还在。我操！
休息一下。